乌俄最新战报：阿夫迪夫卡方向，乌军已经建立新的防线。第三突击旅将俄军赶出克里斯诺霍利夫卡。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伤亡超过阿富汗10年战争的总和。五国援乌俄罗斯，乌俄后勤大比拼。以色列向乌克兰转移导弹与无人机预警系统。荷兰将首位维拉恩级无源探测雷达移交给乌克兰。乌克兰对俄本土的袭击依旧没有中断。3月1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军4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其中1架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上空被摧毁，另外3架无人机在夏诺夫哥罗德州上空被拦截。按照俄罗斯电报频道的说法，乌军这是要袭击位于夏诺夫哥罗德州杰尔任斯克的斯维尔德洛夫工厂，该工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炸药制造商之一。同时，前线方向也有新消息。阿夫迪夫卡区方向，乌军在比尔迪奇、奥尔利夫卡、托嫩克建立了新的防线。只是根据乌克兰真底报的报道，该地区有野战防御工事，可以抵御俄军步兵和火炮的攻击，但是没有针对制导航空炸弹的保护措施。俄军也是抓住了这个弱点，持续使用航空炸弹轰炸乌军阵地，并出动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不过乌俄战场上的情况，各位也都知道，俄军出动的战机越多，被打下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2月27日被乌军击落的2架苏24都坠毁在这个区域，而且在2月29日的时候，乌克兰空军证实，凌晨1点左右在东部方向击落1架俄军苏34战机，之后在9点左右在阿夫迪夫卡和马里乌波尔方向击落2架俄军苏34。俄军1天之内损失了3架战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飞行员已经成为了高位职业。就前线的情况来看，乌军大概率是使用前置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加上射程145公里的爱国者2导弹 NASAMS 以及射程超过200公里的 S-200伏击俄军战机。而俄军因为 A-50 预警机的损失，导致空域致盲，加上频繁出动，被击落也无可厚非。而且俄罗斯战机被干掉的速度比更换飞机的速度要快20倍，很多战机已经无法重新制造。比如 A-50 预警机，如果乌军获得更多的爱国者和地对空导弹，那么俄空天军的损失将更大。不过在2月29日的时候，俄罗斯国家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谢尔盖切梅佐夫表示，俄罗斯计划恢复 A-50 的生产线，但生产速度如何，火力军已经能想到了。在乌俄战争结束之前，前线俄军是肯定用不上。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比尔迪奇、奥尔利夫卡、托嫩克这条防线上有一连串的水库，地形易守难攻。2月28日，塔夫尼亚联合特遣部队发言人德米特罗·利霍维表示，目前俄军突击队在通往奥尔利夫卡的道路上被封锁，同时乌克兰也在后面的辛巴赫姆季夫卡设置了第2道防御阵地。按照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官之一塔尔诺夫斯基将军的说法，乌军已经稳定了这些村庄的防线，时间会证明一切。只是在乌军弹药紧缺、俄军不计损失的进攻下，防线能维持多久，火力军也说不准。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方向，第3突击旅已经将俄军赶了出去。2月27日的时候，俄军袭击克拉斯诺霍里夫卡东南部，并进入该市。为了防止俄军站稳脚跟，第3突击旅第1和第2突击营的士兵对俄军进行了清扫行动。乌克兰真理报2月28日报道，在这次战斗中，大约有100名俄军士兵受伤或阵亡。目前，克拉斯诺霍里夫依旧在乌军的控制之下。第3空中突击旅是乌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在乌俄战争开始的第1天就已经成立，前后参与了东部前线的多次激战，包括巴赫穆特战役以及阿夫迪夫卡战役的最后阶段，战斗力可想而知。新米哈伊利夫卡东侧，俄军组建了大批装甲编队，在火炮的掩护下轮流进攻乌军阵地，但是被乌军第79空中突击旅的部队摧毁，留下了23辆坦克、装甲车残骸。就乌军在马林卡方向的部署来看，在周边战线尚未拿下的情况下，俄军是没有机会继续向前推进的。除此之外，海马斯又发威了。2月27日，海马斯袭击了俄军位于顿涅茨克地区奥莱尼夫卡的军事基地。当时俄军第155近卫海军步兵旅的部队正在进行颁奖仪式，包括副旅长在内的19人阵亡。重点来了，这种集中颁奖、列队训话的事情，10天内俄军已经被炸3次了。2月20日、2月22日，俄军2个训练场遭遇海马斯袭击。在克林基方向，乌军已经从桥头堡向西南方向的科扎齐拉杰里推进。
俄军之前宣称拿下克林基只是说说而已。同时，在2月28日的时候，乌军海军第73特战部队的一支小队在赫尔松的滕德罗夫斯卡亚沙嘴实施登陆作战，但遭到俄军阻止，3艘快艇被击沉，1艘搁浅，还有1艘撤离。或许在赫尔松方向，乌军将发起新的攻势。阿夫迪夫卡被俄军占领，火力军不会否认，但是俄军是否有能力继续发动进攻，却是一个未知数。一个为了小胜就不计代价进攻的军队，后继一定会发力。为了夺取阿夫迪夫卡，俄军将步兵分散成小组，以减少被炮火击中的几率，并增加了空中打击的频率，以破坏乌军的防御工事。虽然结果是俄军夺取阿夫迪夫卡，但是对于俄罗斯而言，这还是血亏。俄军自从进攻阿夫迪夫卡之后，战损就一路水涨船高，每日阵亡人数破千已经是常事。按照欧洲那边的说法，俄军的忍受能力非常强，可接受的战损标准很特殊。所以事实是，俄军为了获得微不足道的战果，宁愿牺牲大量人员和装备。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乌俄战争开始，数十万俄军士兵受伤或阵亡，其中包括去年在乌东巴赫穆特伤亡的数万人。而且阿夫迪夫卡之战，俄军的代价依旧非常高。根据各种来源估计，俄军在这场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已经超过10年阿富汗战争的总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官方阵亡人数为15000人，而有消息说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损失16000人。就数据来看，阿夫迪夫卡损失的确比10年阿富汗战争还要多。但是战争双方都会夸大或者淡化自身的伤亡情况，出现灌水的情况很正常。前2天，泽连斯基公布乌军阵亡人数之后，火力军只能说很希望是这样。但不管结果如何，俄军损失太大的情况已经是事实。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拼的就是后勤，这点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乌克兰的背后站着北约，而俄罗斯也找了几个外援，比如朝鲜、伊朗，给俄罗斯准备了很多武器装备。伊朗给予俄罗斯炮弹、无人机，甚至是导弹的支持。就比如见证者136，俄罗斯甚至把生产线都建到自己家里面了，而伊朗也获得了不少俄罗斯武器。朝鲜这边可能出口了上百枚导弹给俄罗斯，顺便测试一下己方的火星11在实战中的性能。而且根据韩国的估计，朝鲜已经向俄罗斯发送了大约6700个集装箱，可以容纳大约300万枚152毫米口径炮弹。作为回报，俄罗斯则是向朝鲜提供食品、原材料和用于武器生产的零部件。除了武器装备的支援，还有3个国家为俄罗斯提供了人力支持，分别是印度、尼泊尔和古巴。这主要体现在雇佣兵和志愿兵的招募上。俄罗斯利用高薪和其他福利，吸引了大量的雇佣兵和志愿兵加入俄军参战，而这些人主要承担后勤、保安和突击的角色。在乌俄激战、后勤需求巨大的背景下，这些雇佣兵可以大幅度提升俄军的持续作战能力。有消息说，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经招募了超过5万名雇佣兵和志愿兵。同样的，北约也再次推进援助乌克兰的计划。意大利、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等国家都已经与乌克兰签署了安全保障协议。欧盟也承诺出资，捷克作为中间国，从韩国、南非等国采购了17万发炮弹，将会在3月底送达乌克兰。泽连斯基也访问了阿尔巴尼亚，双方签署合作协议，达成加强乌克兰炮兵方面的合作，不排除乌克兰将从阿尔巴尼亚获得炮弹的可能性。荷兰也没有闲着，2023年6月15日的时候，荷兰就宣布以1.5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4套捷克的维拉 N 机，准备援助给乌克兰。而现在它已经来了。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人证实，已经将首套捷克制造的维拉 N 机无源探测雷达移交给乌克兰。目前的防空作战，各国使用的雷达大多是有源雷达，可以有效地检测、定位并跟踪敌方目标。只是因为要主动发射雷达波，很容易受到敌方检测和电子干扰。而维拉 N 机无源探测雷达具备400公里3D 侦察能力，无论是空中、地面还是海上都能用。重点是维拉 N 机是一种被动雷达，自身不带辐射，可以隐蔽探索空中目标，甚至还能发现隐身战机，很适合当前的俄乌战场。维拉 N 机只接收目标雷达辐射的电磁波，或者敌方电磁波经目标反射后的回波，算是一种防空的补充探测手段。值得一提的是，在捷克这边，维拉 N 机是专门探测隐身战机的。听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还监测到过美军的 F117，性能可想而知。
法国也将每月援乌50枚 A2SM 空对地导弹。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巴斯蒂安·克勒尔表示，乌克兰空军服役的米格29与苏 24M 已经为 A2SM 炸弹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这种炸弹类似美军的 GDAM， 可以精确打击俄军防御工事，还能对桥梁、机场甚至军舰造成严重破坏。A2SM 炸弹在前方安装了制导套件，在炸弹后部也有射程扩展条件。这种设计可以使得炸弹在不进入敌方防空覆盖的区域就直接发射，作战效率和安全性拉满。乌军不必像俄罗斯空天军那样冒着被干掉的风险发动攻击。另一边，以色列也开始将预警系统移交到乌克兰，恐怕俄罗斯也没想到会这样。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从来没有公开援助过乌克兰，但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俄罗斯与哈马斯的关系一直都很密切。2022年的时候，哈马斯的高级代表团还前往莫斯科会见了车臣领导卡德罗夫。以哈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还邀请哈马斯访问莫斯科。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俄罗斯就是公开表示我跟哈马斯是队友。如此一来，以色列要做什么就很明确了。2023年的时候，以色列自由党主席阿米尔·韦特曼就公开表示，在赢得与哈马斯的战争之后，以色列也将确保乌克兰获胜，让俄罗斯为其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而现在的以色列已经腾出手了。2月27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拉德·埃尔丹表示，以色列正在将导弹和无人机预警系统移交到乌克兰。当前，以色列并没有透露要向乌克兰提供什么防空预警系统。不过，根据公开的报道来看，以色列的防空预警系统已经抵达了乌克兰。2023年的时候，立陶宛民间的公共组织就通过众筹的方式为乌克兰购买了 IE-MHR 多任务预警雷达，并已经交付了乌军使用。同时还有消息称，以色列政府要为乌克兰提供菲尔康预警机。火力军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但总觉得不太可能。虽然菲尔康预警机可以指挥 F-16作战，但是操作起来太难，乌克兰空军也没有操作预警机的经验，所以以色列大概率会援乌某种地面防空系统。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缺的不仅是预警系统，还有防空导弹，希望北约能尽快填上这方面的空缺。当然了，乌克兰自己也在增加武器产量。根据路透社2月25日的报道，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亚历山大·卡梅申表示，乌克兰去年的武器产量增加了2倍。目前在乌克兰国内有500家公司为国防部门工作，其中100家为国有企业，另外400家是私营企业。具体的成果就是，战场上用于对抗俄军的无人机有 90% 是乌克兰制造的。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还计划在今年大幅度增加弹药产量。按照卡米申的说法，在2024年，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将提高5到6倍。总的来说，当前的乌俄战线，乌军的确处于守势，后勤不足，严重缺少弹药。如果弹药充足的话，阿夫迪夫卡之战的结局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目前欧洲已经开始发力，前线的情况或将出现变局。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阿夫迪夫卡方向的战况会如何变化？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